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房利美拟回购2抵押贷款，允许屋主以低成本方式提取住房权益，为屋主解套近1万亿美元资金。让我们关注南苏丹为恢复联合国中断的粮食空投，取消了导致暂停空投的税费。联合国认为新规会增加每月33.9万美元运营成本，影响16300多人的食物供应。下一条，西班牙建筑公司 Ferrovial 预计将于5月9日左右在纳斯达克上市，此前已完成注册监管审查。Ferrovial 将成为首家在纳斯达克以普通股交易的西班牙股票市场指数公司。目前，西班牙上市公司只能通过美国存托凭证 ADR 或其他间接方式在美国交易，无法进入美国股票指数。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网络犯罪头目 Vanik 在美国认罪部分罪名，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他预计刑期不到10年。接下来，苏西·欧曼认为，在当今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下，4%的退休规则非常危险。他建议将这一数字降至至少 3%， 并等待到70岁再领取社会保险金。在经济波动的情况下，他建议人们从退休账户中取出尽可能少的钱，并建立紧急储蓄。让我们关注美银证券警告称，目前的股票市场牛市正走向尾声，可能以泡沫或衰退告终。原因是市场担心持续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请看下面这条：64岁的 David Kirsch 担心退休后社保和 401k 计划储蓄不足。请看下面这条：中法将讨论中国新化妆品进口规定，该规定要求分享配方和生产技术，这对法国化妆品行业至关重要。法国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允许法国当局在无需中国检查的情况下保证其出口产品的安全性。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将于年度股东大会上回答股东问题，预计约5小时。副董事长 Abel 被指定为巴菲特的继任者。股东们关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未来发展，包括增长方式、是否派息和部署1676亿美元现金的计划。让我们关注日本儿童数量再创新低，为连续43年下降，儿童比例降至 11.3%， 创历史新低。随着总人口下降和老年人比例上升，日本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社会保障支出压力。让我们关注坦桑尼亚因飓风袭击而遭遇大规模停电，达累斯萨拉姆与桑吉巴尔之间的渡轮服务已暂停，当局警告居民注意安全。飓风强度正在增加。接下来，随着科技巨头为即将到来的 AI 浪潮大肆投资，苹果继续转变自身战略。虽然 iPhone 销量下降，但服务业务表现强劲，推动苹果毛利率达到12年来的最高水平。与大举投资 AI 的同行相比，苹果更注重效率，采用审慎的 AI 战略，利用其品牌和生态系统优势。请看下面这条：伯克希尔哈撒韦1季度实现创纪录利润，受保险业务提振。苹果持股比例大幅下降 22%， 至1354亿美元，但苹果股价仅下跌 11%。下一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于周6举行年度股东大会，标志着集团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在查理·芒格去年去世后，大会首次没有他的参与，大会首次对非股东开放，届时将播放股东电影。让我们关注伦敦市长选举公布第一批结果，工党候选人萨迪克·汗获得支持率领先，工党预测他将赢得历史性的第3个任期。请看下面这条：谷歌反垄断案的法律文件很庞大，但对于投资者来说，了解政府的指控至关重要。如果政府获胜，可能会限制谷歌的搜索业务，进而损害其收益能力。谷歌目前的现金流强劲，但与苹果不同，它会将部分现金用于人工智能开发等资本支出，这会影响其返还给股东的金额。而联邦政府对谷歌搜索业务的审查仍然是其收益能力面临的真正威胁。请看下面这条：美股企业盈利超预期已不足以支撑股市上涨，前景展望变得至关重要。最后这条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年会隆重举行，虽少了芒格的出席，但他的影响无处不在。
巴菲特称赞芒格为伯克希尔的建筑师，并向其致敬。公司高管们表达了对芒格的怀念和感恩，强调其投资理念仍深刻影响着伯克希尔。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